法医用手术刀划开尸体的肚皮，从里面掏出女人的子宫，用棉签沾上点白色液体滴进子宫，接着又取出一个酒杯，把上面的指纹用胶带粘下，印在尸体的大腿根部。而他这么做的目的，就是为了伪造女人生前被侵犯过的痕迹。从他娴熟的手法不难看出，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干了。但他怎么都不会想到，天道轮回，事情很快就报应到了女儿身上。在女儿毕业回国的当天，他收到了女儿被绑的消息。如今只有将杀人犯从警局救出去，才能找到女儿的下落。他在杀人犯李胜浩家里发现一张合影，立马就嗅到了线索。老姜匆忙来到最近的派出所，本想找朋友调查一下上面男人的信息，可没想到民警看到后，一眼就认出了照片上的两人。原来神秘男老普是个孤儿，失去双亲后就被李胜浩父亲抚养，后来还和李胜浩的姐姐相爱。可好景不长，李胜浩的姐姐不知什么原因，就早早命丧黄泉。伤心的老普就和李胜浩离开家乡，再也没回过这个伤心的。通过民警提供的信息，老姜找到了李胜浩的老宅。进屋后，他就看到屋内贴满了他和女儿的照片。原来他们早就被盯上很久了，可老姜只是一个法医，凶手盯着他又是为了什么？原来女儿在1周前就已经回国，本想着给老姜一个惊喜，没想到却被李胜浩绑架。而当老姜看清墙上的旧报纸后，他瞬间明白了一切。看到报纸的内容，老姜表情变得古怪。他还想再仔细观察一番时，老普突然从外面回来了，看到屋内有人，他二话不说撒腿就跑。老姜见状则在后面拼命的追，结果就被引诱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，在一个视野盲区突然被老普偷袭，随后毫不客气地踩在老姜的脸上，似乎对他有着什么深仇大恨。很快老姜就失去了反抗能力。老普临走时警告他，如果想让他女儿平安回来，就老老实实地遵守游戏规则，不然他随时都可以撕票，并让他尽快救出李胜浩。说完便头也不回地离开。可如今尸检已经完成，凶器也已经找到，想要翻案难度太大，可不这样做女儿就命悬一线。老姜此时已经穷途末路，但他还是要想尽办法将李胜浩救出。为此他想到了绕过凶器，再找一位凶手顶包，而这个凶手一定要跟死者有关，并且有足够的作案动机，这样他才能证据确凿地被定罪。最终符合这些条件的只有恩雅的男友。于是老姜花了重金找了位身材非常哇塞的小姐，用来接近死者男友。小姐不负众望，手段非凡，很快就将对方迷得神魂颠倒。两人一番交流后，就顺理成章地去了酒店。他们前脚刚一离开，老姜就用胶带粘走了杯上的指纹。很快小姐也顺利拿到了男人的体液，于是就有了他伪造证据的事情。随后他篡改验尸报告，将凶杀案变成了奸杀案，而与本案毫无关系的男人，就因为女尸体内的液体成了奸杀恩雅的嫌疑人。而真正的凶手李胜浩，因为警察带回的那根铁棍检测报告上血型跟陪酒女的不一致，伤口与凶器也不匹配，只能无罪释放。与此同时，李胜浩也一直在盯着钟表，等约定好的时间一到，他主动喊来了警察，说自己并不是杀人犯，之前承认罪行是因为受到了严刑逼供，并且他还找来了律师帮忙。最后迫于各种压力，死者的男友成为了案件的替罪羊，而李胜浩则重新恢复了自由。事后老姜第一时间找到他，希望他说话算数放了女儿，可没想到李胜浩却满脸讥讽，拿起拐棍直接抽到了老姜脸上，并大声地质问他为什么还要做伪证，难道当年害死他姐姐还不够吗？原来当初老姜的几句证词把他姐姐说成了婊子，是自愿跟富二代发生的关系。哪怕李胜浩的父亲跪在地上哀求，老姜依旧无动于衷，最后导致李胜浩的姐姐自杀，他们全家也背负了10多年的骂名。而如今角色互换，跪在地上的成了老姜，李胜浩自然也不会原谅。老姜还以为李胜浩又在耍他，直接站起来将李胜浩放倒，进行了一顿疯狂的拳打脚踢，而李胜浩却毫不反抗，任由老姜疯狂发泄。此时老姜已经丝毫没有做警察的理智，完全被愤怒掌控，恨不得将李胜浩打死。而李胜浩享受够了极致的痛苦后，终于告诉了老姜，他女儿如今就在自己家的老宅子里，等着老姜去救她呢。而当老姜焦急地赶到之后，却被小美拦在了大门外。原来小美调查得知李胜浩的全部信息，最后通过他和老姜之间的过节，猜到了他的目的是找老姜复仇，于是第一时间来到李胜浩的老宅，本想着是救老姜，谁知却被老普偷袭。两人在扭打的过程中，小美失手用手枪将其击毙，随后小美才开始搜查房间，结果看到屋内的情形后，她却突然崩溃。看到老姜赶来，小美一把拦住了他，
不让他看到里面的东西。小美越是阻拦，老姜越是迫不及待要见女儿。他冲进屋里，撩开帘子，只见女儿安详的躺在一个巨大的玻璃缸中，身上还铺满了玫瑰花瓣。看到这一幕的老姜悲痛欲绝，他想要抱起女儿回家，可伸进去的手在花瓣中摸索了很久，却始终够不到女儿的身体。老姜见状，想到了非常可怕的事情，也是他最不敢接受的事情。原来当初李胜浩绑架他女儿的同时，还绑架了那个陪酒女。在录下老姜女儿的求救录音后，就用铁棍将两个人一起杀害了，然后又单独拿出陪酒女的四肢和头颅，将其缝合到了老姜女儿的躯干上面，成功将两个人变成了一个人，最后丢进江边，让人及时发现。这也就是为什么铁棍上血迹与尸体不符。而老姜对尸体干的那些肮脏事情，甚至解剖前夸赞她的身材等等，其实全是对自己女儿做的。他亲手玷污了女儿的清白，帮真凶做了伪证。得知一切真相的老姜彻底崩溃，这与亲手杀害女儿又有什么区别呢？这一刻，老姜清晰地记起当年因为他做伪证而死的女孩，也终于体会到女孩父亲当年的痛苦了。原来就在10几年前，一个女孩被3个富二代轮番侵犯，最后不堪受辱的她选择了自杀。而办理此案的法医正是老姜，因为当时女儿患上了重病，需要一大笔钱出国做手术，于是他就收受了富二代的贿赂，帮助他们伪造了假证。而富二代为了保险起见，当时还买通了人证，正是被分尸的那个陪酒女。最终3个富二代被无罪释放，而他们最终却落个家破人亡，颠沛流离。胜利的李胜浩在门口吹起了口哨，等老姜失魂落魄地走出房间，他还故意将老姜女儿惨死的场景说给他听，这也深深刺激了老姜脆弱的神经。最后老姜忍无可忍，抢过小美腰间的手枪，二话不说直接对李胜浩扣动了扳机。虽然李胜浩已经得到报应，但老姜始终无法原谅自己，最终他又把枪口对准了自己，在无尽的悔恨中结束了他们不可饶恕的生命。